全球华语摩课师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系统平台与应用的课程。在这堂课中，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点亮树莓派，完成树莓派作业系统的环境建置，并学会一些简单的操作。在这之前，以下的外接装置或设定都必须先准备好。要有一个能上网的个人电脑，还要有一张8GB 以上容量的 Micro SD 卡。我们推荐各位同学购买16GB 容量的 Micro SD 卡，这样使用起来空间会比较有弹性。再来是 USB 界面的键盘跟滑鼠，还有 HDMI 界面的显示器，还有一个 Micro USB 界面输出的电源。准备好了以上的材料，接下来我们就能开始树莓派的环境建置了。首先，我们要安装 Raspbian， 其实就是将 Raspbian 的映像档写入 SD 卡的过程。所以，首先我们使用个人电脑至树莓派的官网下载 Raspbian 的作业系统。目前最新版本是2017年11月释出的 4.9 版的 Image File。接着将映像档写入 SD 卡之前，我们要先将 SD 卡格式化，以确保映像档的写入正常。我们要到 SD 卡官网下载 SD Formatter 来格式化 SD 卡。请注意，格式化之前要务必确认 Micro SD 卡的 Driver 的编号。完成格式后，我们要下载与安装映像档写入软体 Win32 Disk Manager。Win32 可以将映像档写入 Micro SD 卡中。同样的，写入之前，我们也要注意 Micro SD 卡的 Drive 编号。到这个步骤，我们已经算是完成了作业系统的安装工作。我们只要将写好的 Micro SD 卡取下，插入树莓派的主机板。这边要注意一下插入时的方向。那写入完成后，将5伏特的电源接上后，树莓派就会自动开机了。这边要注意的是，树莓派与一般个人电脑不同。只要将电源插上，它就会自动开机的。因此要特别注意，无论是插入或是取出 SD 卡，请务必确认树莓派的电源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造成树莓派或者是 SD 卡的损坏。启动后的树莓派会自动进入作业系统的桌面，但是我们会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时间是错误的。键盘无法输入紧致符号等等问题，因此在使用前，我们将进行一些必要的设定。首先，我们开启 Terminal， 输入下列指令，进入到树莓派系统初始的设定界面，完成以下5个步骤。第一步，扩充档案系统。因为映像档在写入时会将记忆卡里面没有使用到的储存空间闲置，所以我们要先将闲置的空间释出。第二步，变更使用者密码。第三步，国际化设定，分别改变使用的区域以及时区。
第4步，改变键盘的配置，设定为 English US 键盘。第5步，改变 WiFi 国家，设定为台湾。执行这5个步骤之后，重新开机即可完成系统设定。重开机后，就算是正式完成了安装的作业与设定。这时，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认识 Raspbian 的环境。首先，看到右上角分别显示时间、CPU 使用率、WiFi、蓝牙。在 Raspbian 选单中，里面有内建许多应用软体，例如 Python 2、Python 3、Java、C、C++ 等等。这里我们利用 Terminal 来执行 Python， 输出一段简单的文字，确认安装正常。在这节课中，我们完成了树莓派作业系统的安装及环境设定。下节课就要利用这块树莓拍来实作大家第一个物联网的应用。